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党发言人吴峥，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时事评论黄云昭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君，大家好。好，那高虹安市长，对高虹安市长来讲的话，明天正式走马恢复市长的职务，因为今天包括内政部也已经用最快的速度把公文也已经传真过去了。那所以对高市长来讲的话，明天正式走马恢复市长的职务。可是这所有的一切事情到此吗？因为这整个案子的判决在国内看起来还是余波荡漾，而这整个案子的判决会对其他的一些案子产生相关的影响吗？这个案子的判决跟其他的案子感觉起来不一样的地方在哪？是因为立法院法制局出的那一份吗？那包括韩国瑜院长也讲说，对，有立委已经来所知，来函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过程的一些事情。但如果这整个来看的话，对国内不管对法律上面或对于国内政治方面，这个案子的判决到底有什么影响？来，吴峥直接先问一下，对绿营来讲，怎么样看待这整件事情？我昨天看到这个高院宣判高虹安2审的结果，我是觉得对这个结果我自己是心情上是觉得很不能接受啦。那有一点逻辑上也觉得有点叹为观止的感觉。那首先我还是要先跟观众朋友们讲，就是说事实上因为包含说民众党，包含高虹安现在会讲说，你看无罪了，然后法院还我清白了，高虹安是贪污无罪，好，证明一切都子虚乌有。可是我们要讲的事情说，其实昨天出来高虹安他还是有一个所谓6个月的刑责，当然这是很低，可以1颗罚金。那这个6个月的刑责事实上是在处理所谓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事实的部分，其实法院最后还是认定说，我们之前指控的说啊，你的加班费福报啦，你的这个助理费啊，透过回捐的方式巧立名目啊，拿去买洗头，拿去买双眼皮贴，对，这些事实都没有变哦，这些事实都没有被推翻哦。但是在法律的层次上，最后因为高院现在他这一个判决出来，认定说助理费其实是给委员个人的这个补贴，实质补助，对，所以这个就文书登载不实，小 case 没事，这不是贪污啦。所以这个是高院出来的一个见解。那这个见解出来以后，我自己看到觉得很震惊嘛，因为在我印象中，这应该是在中华民国的司法过程中，针对立委民代诈领助理费第一个出现这样见解的。因为包含我们看之前严宽恒2审宣判的还是重判嘛，7年多的有期徒刑。那包含你说光是这一届的立法院，其实包含民党我们自己委员也有涉及到对，也有最少2位，也有涉及到这个这助理费的问题嘛。所以呢，其实在各个委员在面对被起诉或者说前面1审、2审宣判过程中，基本上现在都是被检方或法院以贪污这个方向去走。那高院突然杀出来一个说，其实这个从头到尾是委员个人钱，没有贪污的问题，他自己也会贪污自己的钱呢，那就很奇怪。所以，那我觉得在这里一个关键是因为立法院法制局有出了一份报告嘛，那这个。很多人会讲说这个是代表立法院意见，其实我也要在这边讲不是因为这是法制局对法制局的一个意见。因为如果说你要说立法院意见，应该是说立法院通过院会有一个决议，例如说你之前国民党要谴责卓荣泰啦，或者说国际上我们要共同发声，通过决议整个院会来表决，大家通过一个主决议，这个叫立法院集体意见嘛。所以立法院法制局出一个报告，算是立法院幕僚单位的一个看法，它不能代表整个立法院。好，所以第一步是我们看到说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我认为是说其实。包含韩国瑜院长，包含国民党，现在有一个集体的方向，就是要整个事情归根究底，把助理费贪污除罪化，或者说贪污合法化，或者说把这个整个事情解套。因为我们知道，对国民党跟对蓝白来说，第一个高虹安有案子在身嘛，第二个严宽恒已经2审宣判了，他最后真的剩3审，所以他的时间也很急了。好，那如果要帮他们彻底解决到问题。可因为在前面事实的部分大家都掌握很清楚了什么严宽恒那个什么账全部都被人找出来了，什么钱拿去买玛莎拉蒂，这个都赖不掉了嘛。那你既然在事实证据上没有办法推翻检察官的话，最后那一个釜底抽薪自己就说，在法律上可以根本把这条抽掉。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步，首先是韩国院长让立法院法制局出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面呢，他就出具一个主张。认为说所谓的助理的这些人事费，事实上是给立委的补助，这个是等于是一个立委的大水库，本来就可以立委统筹，立委可以弹性运用，统筹运用这本来是立委可以自己去运用，你要去请助理就处理，你要去买东西给自己吃就买东西给自己吃你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好，那然后第二步是包含我们这阵子这2个礼拜都讨论很多，陈玉珍他提案嘛，他在提案这个助理费的修法过程中，他是甚至直接明定说以后
所有助理费的这些相关争议啊，都不涉及这个贪污治罪条例。就是等于是我们看到类似这一次，他那边直接讲那些助理费就是委员的实质薪资，没错，对。然后他认定是薪资嘛，所以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说，好，高院这次这个郭法官他援引了立法院这一个报告，说我的见解呢就是跟这个立法院的报告一样，因为这个都是委员个人的补助他的薪资，所以呢就不适用贪污治罪条例，所以整个这一套组合拳1、2、3下来，基本上就是说现在国民党要主导一个方向，就是以后。我们立法院编给助理的，包含说1个月47万的人事费，1个月8万的加班费，1个月10万的办公室事务费，这一些通通都是立委可以自由运用，我怎么用都是合法的，不管我要拿去吃饭，拿去买双眼皮贴，拿去洗头，拿去买跑车，都是委员自己的事情。唯一最后委员只负一个叫做政治责任，就是我就是要这样嘛，选民不喜欢就不投我嘛，你司法单位都不用来插手。所以我觉得所以我刚刚前面问我说怎么看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我其实个人是不接受啦，我不接受，因为第一个事情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见解，我觉得是跟我们既有的法治整个制度设计是完全冲突。我就讲2个简单理由。第一个事情是说，我也当过立院助理，立院助理受劳基法保障，这个我想原资很清楚嘛，因为去年这个台北市劳动局还要去给你办公室劳检。对不对？那如果是立委助理是受劳基法保障的劳工，我劳工的薪资怎么会是老板这个月随便爱水洗，爱给我就给多少就多少，还水洗？对，我又不是菩萨，又不是神佛，变成你水洗乐捐了嘞。那如果那个就是一笔绑定的助理，这就是人事费的话，那当然不是你助理委员可以随便挪的嘛，这第一点嘛。那第二点事情是说，好，如果按照陈玉珍的见解。就是各位想，如果你是国家的主人呢，你是国家制度的设计者，按照陈玉珍的见解，叫做所有委员的这些费用都是实质委员的薪资。那立委1个月薪资会有多少钱？就是立委本薪1个月大概20万嘛，然后刚刚我讲的助理人事费47万，加班费8万，事务费10万，这样突然不啷当加起来，立法委员1个月的薪资大概会到85万元。所以各位你就想嘛，如果你来设计我们台湾国家这个制度。整个台湾里面，谁的政治权力最大？总统嘛，对不对？基本上是这样。总统月薪多少钱？50万。对。可是你说我总统的薪水我就给到50万部长什么院长、部长什么再往下，可是立法院这边有113个委员，他的薪水啪85万更高。那你不觉得说这个在根本的我们的制度设计上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吗？对不对？就是我怎么会这个样子设计呢？所以你说要去把这一些补助费都去直接认定为委员的薪资，爱怎么用怎么用，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所以我最后讲回来啊，就是因为这段时间我有时候跟一些蓝营的这个朋友他上节目，然后国民党时候会讲说这是一个历史共业蓝绿白都有人涉入助理费，所以我们就是要解套，不要再让这个恶法绑住大家，不要再让很多人被害。可我想强调。蓝绿白都有人碰到助理费问题，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政党展现价值的时候嘛。因为你看民进党，我们确实从议员到委员都有人涉入助理费司法案件，我们民进党没有委员在推什么助理费以后从此贪污除罪化啦，不适用贪污治罪条例啦，以后这些钱放在委员口袋。对，因为当一个你的政党的人有人被这个法律这个给罚到。你还说我要坚持制度，我要继续坚持，因为我觉得这是进步的，我觉得清廉的，那这个叫对价值的坚持嘛？那如果因为有同党人被罚到，说这个法律不好，罚到我，那我就改掉，那这个叫退步，这不叫进步啊！所以我觉得重点还在这里。OK， 元之要不要直接回应说，刚才吴政特别讲说，以他们政党为例，他觉得如果面临到这个问题是政党展现面对事情的价值，那这一块他以这个为例，那国民党现在怎么样看待高虹安这个案子的判决？高虹安这个就是说高院最新的见解嘛，但是高院的见解其实跟很多其他案子通通都也不一样。譬如说刚刚讲那个严宽恒严宽恒的就是有罪高虹安是无罪所以同样是立委，同样是涉入助理费为什么有人为什么无罪？这就是司法实务上面见解不一样嘛。那所以当初陈玉珍他提那个版本当然。他钱直接汇到立委的户头，然后又什么不用检具这些，我觉得争议非常大了。那然后助理也会产生一些怀疑，说是不是会侵害到他们的权益。那这个部分其实陈玉珍后来也有跟助理工会去协商什么样的，那这个我觉得都还可以再改。
争议不会给他排除。可是他去立法的精神是什么？精神就是去解决这个司法实务上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在助理费这个按照检察官就做过检察官的吴宗宪的说法是，助理费的定性不明，定性不明，不能确定说助理费到底是什么性质。那这个连就是高虹安的承审法官就高院的都不确定，所以他当初一开始高院接到高虹安这个案子的时候，他当初是先发文问大法官会议，但是大法官后来因为没办法给他个答案，就叫他自己决定，然后所以后来是驳回，对。大法官是说那个相关的规定很清楚，所以呢他就直接说，那你就依照现在的法令就可以判了。大法官当时之所以没有受理的原因，是因为他援引的那个是立法院组织法，他认为高虹安那个案件其实不适用该项，也就是他只是你作为判断的依据之一，并不是拿来作为你的唯一，这是第一个哦。第二个，我真的必须讲哦，刚刚吴峥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因为整个的争议来自于立法院法制局嘛，高院这一次很特别的是呢，他告诉你说我要用的叫做这个所谓法制局的这个回复嘛，但我真的必须讲一件事情哦，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立法院法制局听起来好像很大，对不对？可是你真的回来看哦，立法院法制局它担任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直接给大家看，这就是整体最荒谬的地方。大家觉得法制局很大，对，这是立法院的网站。这是立法院网站，针对法制局的部分，来这个他直接自己用黑字帮你标，这不是我标的哦。所有的东西呢，这些研究成果什么为研究成果不代表立法院意见或立场，结案。这是你研究员自己所做的一个研究，供立委问政参考使用，连立委都不会百般照用哦。原知委员在提案的时候，你会说法制局说这个我全部原文照用吗？不会。立法院已经告诉你，法制局的角色，它所有的东西不代表立法院的立场或意见。这是立法院自己网站的。高院你在问法制局意见的时候，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一段？法制局的角色，它所有的东西不代表立法院的立场或意见。这是立法院自己网站的。高院你在问法制局意见的时候，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一段？一个委员个别一个研究员各自自己觉得说，我认为在法律上，我想5个大律师嘛哈，每次到庭上去的时候，针对一个法律的条文，律师有律师的看法，检察官有检察官的看法，同样一个条文，可能在法界各自解读都不同，都还有争论的空间。一个立法院明白讲说，这个研究成果不代表立法院意见或立场的东西。今天高院说，没有，法制局来了，我就拿来作为我的这个依据。你觉得合理吗？第二个，如果今天高院的这个法官认为说，对，好，法制局说的都对，啊，你前面也有判过童仲彦的案子啊，你那个立场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那你如何去改变？我想政治人物有时候老实讲，政治立场变来变去，我觉得大家都习惯。法官可以这样干嘛？我自己就讲啊，立法院的网站直接告诉你说，这个研究报告不代表立法院啊。他们说童仲彦那个案子是因为人头的问题，那这个案子不是人头的问题，会不会出现根本的差异？那武哥，我想请教一下，我用人头去领了一笔钱出来，跟我找人说，你多领一点，这个叫不叫人头？这个人多领一点点，然后把钱再捞出来，我不知道人头的定义，可能在法院认知，人头的定义是一定要零才叫人头那如果是多领了一点，算不算人头我不知道就是法律上面应该也有的争嘛。但我还是回到这一个，就是说，如果高院，因为他现在的问题，其实老实讲，大水库已经不是问题了，因为他一开始就告诉你讲说，那法制局就跟我讲啊，这就是立委的这个实质补助嘛。后面我认为是凑数的啦，就为了要化解大家疑虑嘛所以他要凑数。人民币那对人民币我也不太懂我们又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再来就是。他今天讲说你那个有自费助理有6万块嘛？对啊，那我就很好奇啊，那你把那个自费助理拿去挪公费就好了就让他挂在公费助理下面，让他合法可以领这笔钱，是很难吗？但他不要他想尽办法说，我明明可以让，不好意思我明明可以让于将军去当我的公费助理，但我不要。我说，来，我跟你讲，你的钱另外算，但其他人来，你们每个人多领1万块，然后之后你们那1万块拿出来之后，我拿去给你。我觉得这完全不合理嘛。所以我不是要去讨论这个法官适合或不适合，但我就讲，如果你今天一直在强调是立法院法制局告诉你的，立法院已经告诉你这是个人的研究的看法，根本不代表立法院嘛。OK， 来元之，
而且这整件事情会造成我最起码观众朋友看到媒体上面一些报道，对白银来讲的话，这整个是非常振奋士气的一件事哈。白银当然啦，当然，对他们讲，而且高虹安还可以对着镜头喊话，叫柯文哲加油，加油。对，我先讲哈，就是说，因为民进党现在很多人故意要去扯到韩国瑜啦，好像说法制局这个意见，他们还甚会有讲说，这个除了法制局的意见，那绿营呢有人也讲说，这是一个连环拳的剧本，对，就从包括法制局，然后到陈玉珍委员的那个法案，然后接下来呢，这是一个连环拳。韩国瑜在这里面一定扮演一些角色，绿营有人这样对啊，然后甚至于像吴思瑶还讲说，他说这就是很明显立法干预司法。但是我还是要讲吴宗宪，为什么我要讲吴宗宪？因为他做过检察官，然后他讲话比较有法学的公信力嘛，他就明白讲了嘛，他说是高院对于助理费的定性不确定，他无法做判断，所以他会咨询很多单位的意见嘛。那他有行文给立法院法制局有回文他，但他这个也是参考而已。那高院也会参考很多不同的其他的意见跟证据。最后做的一个判断，所以不是说好像因为立法院有回他一个文，立法委员就干预了司法，这个是完全两回事。今天等一下黄义中问我说，等一下可以去吃什么晚餐？我跟他说牛肉面不错，他最后真的去吃牛肉面。他说：“哎，叶元之你怎么干预我吃晚餐？”没有，他参考我的意见，最后做决定还是他。所以这个事情从头到尾就是高院的见解。绝对不会是什么立法院韩国瑜权力这么大哦，把手伸入司法，然后去影响高虹安的判决哦。我觉得这个有点实在是太无限上纲了。那回过头来讲那白银，当然因为现在我觉得蓝白合的部分，至少有一个部分应该是可以确定的啦，就是新竹市长，我认为应该就是大家就是高虹安的。因为本来国民党还有一个叫做。反正有一个人要参选啊，就是之前就是好像何志勇吧，对不对？要参选，连议员都选不上。是要对是他上次议员都落选，这次要选市长，莫名其妙。可以啊，这个参选是每个人的权利啊。那他现在还没有确定说会不会退啦，但是我认为主席应该是会跟他讲，就是说蓝白合部分，如果我们像张善政、像蒋万安这些现任的，我们希望说民众党也支持我们现任优先蓝白共推的话，那当然民众党的现任市长就是高虹安，国民党也应该要支持他，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是确定的。任俊，你刚刚有没有听到这整件事情？对于刚刚才讲到，连柯文哲的案子，现在对于白银来讲的话，也充满了期待，他会变成这样。当然，两个案子的状况不一样，可是不管怎么说，现在看起来一路走到这样。刚才元志也特别讲，为什么把韩国瑜摆在这里面，感觉上有一个角色？那包括法制局的意见，那就是法制局的一些意见。韩国瑜或是说这整件事情，你刚刚讲法制局他自己都有内分嘛，就只是参考或什么，而这整件事情真的就是像绿营有人讲，它就是个组合拳吗？你觉得是吗？我觉得这样啊，就是说先把它上纲到韩国瑜这件事，我没有那么认同啊，因为法制局这个东西是不是他自己回去？因为你从立法院的网站上面，你很明白的告诉你嘛，它就是一个研究单位嘛，每一个研究员有他各自对于这个东西的看法，而且我更白一点啦，立法院法制局真的你里面每个研究员都是学法律的吗？我想大家心里都有数啦，有学政治的，有学一堆的嘛，各自有看法不同。最有名的例子是之前他们去提到说这个所谓的释宪的这一块，后来司法院不是直接回来打脸，就是说，立法院你们不能用立法院来干预司法院对于所谓的大法官违宪或不违宪的这个东西嘛，所以我就回来说你刚刚特别提到民众党啊，你知道昨天大家讲民众党是一个很特别的、很有趣的政党吗？为什么？9点钟的时候，黄国昌被问到他的这个涉及的相关案件的时候，黄国昌说司法就是乱搞啦，司法就是跟这个什么检警调啊，大家一起混在一起啦，跟媒体一起乱啦，好，司法怎样怎样。结果10点钟的时候，民众党大战，哇，司法好公正啊，司法大复活啊，你到底要怎样啦？你不能对你不利的你就一直骂啊，然后对你觉得有利的你就捡回来，就说我司法公正，那你是要告诉我司法是公正还是不公正？不，它是一个乱的嘛，所以我觉得他回到事实的根本上面来，柯文哲，老实讲啊，我觉得这几天大家一直在注意柯文哲这个什么大辩论嘛，我真的请教一下，大家觉得他有在辩论吗？他的 SOP 很简单嘛，第一个痛骂检调嘛，哇，又违法搜索啦，又罗织证据，今天更有趣了。他要请法庭直接去告检察官，你是不能自己告有啦，你就告就好了嘛。我不知道是不是告检察官一定要法官，还是你现在先埋一个伏笔说，我请法官你要去告检察官啊，法官如果不告呢，哇，你看你法官就跟他混在一起，你为什么不告他？所以你不能说的东西这叫包牌，你知道吗？这第一个嘛。
啊，第二个就是说柯文哲的 SOP， 第一个先骂检察官嘛，再来就是说就是大骂司法不公嘛，再来是怎样？又是万恶的这个政治最后就是怎样？柯文哲行医多年当年都是怎么样，然后非常的戮力从公，结果没想到受到这种委屈，又回想起他这一段时间怎样？你跟我讲他对案情中间有什么真正具体在争执的东西？老实讲只有一个啦。就是那个 USB 具不具有证据力嘛？一天到晚这边有没有被污染？所以我就讲，就是说现在看起来柯文哲，我老实说，柯文哲，你说他真的没有在思考？我觉得有啊。你看他骂检察官，他有没有在这个阶段骂法官？老实说，我觉得没有。因为他很清楚知道嘛，审判这些在法官嘛。但是问题是，等到一审法官如果判完了之后，柯文哲会不会维持现在的策略？有人讲说柯文哲放弃一审了啦。因为这个法官也听过很多他在骂来骂去的，你看今天大家非常期待，我看到还有媒体写说，哇，柯文哲努力的做功课，引经据典，世界文学名著都拿出来，结果拿出来干嘛？还是骂检察官，并没有实质对于案情进入实质的讨论嘛。OK， 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在这过程当中，对吧？吴正要补什么？其实我这个助理费的事情，我是想讲最后一点点了，就是假如啦，因为毕竟国民党现在是多数嘛，那其实你说这件事情，当然再说跟韩国有没有关系？当然，高院的新政是怎么样去做成的，我们没办法知道这个黑盒子嘛，只是说。你说立法院法制局这个时候出这个报告是不是这个别有用心？我觉得当然有啊。因为之前不是全国正副议长联谊会戴其清、蒋干煌一大堆国民党的议长就去拜访韩国瑜，拜托他处理吗？奇怪，你立法院前几届也不法制局也没有特别来针对这个事情琢磨，前届很多委员涉入案件这个去年也没有就今年正副议长拜访完以后，突然你就出个报告了官员就拿去用，那你说是不是大家有志一同要朝这个方向？在我看，我当然认为是嘛。那好，假如这个法真的修过了，因为国民党立法院多数嘛，假如真的修过去，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要去讲这些很基本问题？可是大家就想一个事情嘛，是说好，如果国民现在这套论述成立好了，就说立委问政所需，国家给他补助你请助理什么什么，其实这钱就自己用，那我们为什么公部门全国不比照办理？每个市长都有机要部长也有机要院长也有机要总统府整个总统府都是总统的幕僚单位那为什么不整个总统府的预算全部都进赖清德的户头算？就如果这种事发生的话，大家可以接受嘛？那或者是按照陈玉珍讲的说，这个算成薪资，那就是想嘛，以前我们讲立法院薪水是立委薪水是1个月20万，现在变立委1个月薪水85万立委给自己修法，我的薪水暴涨4倍。这除了肥猫法案，我不知道说什么这种事情大家可以接受吗？立委给自己修法，我的薪水暴涨4倍。这除了肥猫法案，我不知道说什么这种事情大家可以接受吗？这整件事情一路往下走到现在来看，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因为今天对高虹安市长，因为他有一个公开的一个行程，那这是从宣判完以后第一个公开行程，当然他会发表相关的一些的看法，然后包括内政部长针对复职的这件事情，那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都有相关的一些回应，让你看一下来。希望在什么时候复职，当然是越快越好。党籍的部分目前还没有讨论，也还没有去思考。那我想还是先等到回到市长岗位上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内部如果完成其他牵绊的程序的话，会相当的快。虹安他2审的判决，就贪污的部分宣告无罪，终于还给虹安一个清白。这是个迟来的正义。过去的这段时间，民进党、绿色媒体那些名嘴跟侧翼，今天要不要站出来，给高虹安一个最起码的道歉？检察官继续上诉，继续追杀高虹安。我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发生，但是以民进党无耻的程度，我实在很担心。将军，所以检察官如果上诉的话，就是追杀了高虹安，而且是无耻的民进党造成这样的结果，是这样意思？我举例如果今天高虹安做的所有事情换成是卓荣泰的，然后这个判下来是无罪，贪污无罪，你认为黄国昌会不会叫到天都塌下来？一定嘛，因为今天讲的是他要支持的人叫高虹安。而不是他要打压的人，他拼命要对抗的人叫卓荣泰。今天如果跟高虹安犯同样的事情的人叫做卓荣泰，或是赖清德，
或者萧美琴，或者吴峥都好，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讨厌的人，判无罪。你看黄国昌会把那个法官赞扬到什么程度啊？一炮轰上天，我跟你讲，骂翻了。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事情从司法、从行政、从政治拉回来。我们不是对高虹安这个人挺高或者不喜欢高，跟他无关啊。我管你是高虹安，你是谁？重点不是，是你的行为嘛？你的行为。那现在说，刚刚我有听到黄国昌很明白的讲，他说贪污的部分无罪。你别忘了一个伪造文书，他伪造文书还有判6个月，可一科罚金。那一个政治人物伪造文书是好棒，他只伪造文书而已啊，没什么，他不过伪造文书而已，你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政治人物要当市长的人，伪造文书对他来讲是没什么的。但将军，你看现在有很多他的支持者确实觉得，我不知道，因为等一下一中新主人嘛。这整个确实是觉得说对呀，然后包括有送花的，有什么都有啊。对，他不过伪造文书而已嘛。他伪造文书还可以收花，就像军中，对不对？把伙食费拿去买砂石，然后最后说没有，他不是贪污，他是伪造文书，然后这个人可以直接晋任3级升将军吗？你只要被判刑在军中你就完蛋了啦。管你判什么刑，只要判刑你就完蛋。那怎么会政治人物有这么大的宽容呢？因为颜色的问题。所以没有什么完全清白，更没有政治迫害。即使这个旗袍法官，他还是判了他伪造文书，还是犯罪嘛？还是犯罪。也就是说，我并没有说，他们的想法就是说，我并没有说他不坏啊，只是他坏的还蛮可爱，是这样吗？伪造文书换成高虹安就很可爱，换成别人就无恶不赦，就叫做选择性的改变嘛。所以黄国昌又讲了，那个停职这么快，复职这么慢，你以为2审宣判等于同步复职吗？我们国家好像还是有公文往返嘛，当然它有一个行政程序嘛，所以2审宣判没有贪污，并不代表他的行政职务新竹市长同步恢复。我们还没有这样连线嘛，所以军队动员都有 SOP 啊，何况行政院要透过内政部要帮高虹安，他要申请嘛。高虹安如果不申请会不会复职？不会啊，不会啊，说不定他不想当啊。对，他要申请才会复职，所以这个有一个程序，所以他把这个定调成迟来的正义，不对吧？把这个定调成检调追杀，因为检调只要再高检再上诉，那就是追杀。因为黄国昌自己我们大家自己法律人，尤其是律师，大概可以知道，我觉得讲，因为一般贪污治罪条例的案子。几乎大部分都会打到3审，一定会。你想想看啦，因为这是重罪，所以如果要是法院判无罪的话，对检方来讲就表示当初上诉起诉是不是有问题？是。那检方为了捍卫自己的见解，他通常都会打。那如果要是被判有罪的，那为了证明自己清白，一般也会往上打。也会。对，一般是这样。但是当黄国昌直接对着镜头讲，如果要是检方上诉，就是继续追杀，无耻的民进党，然后要追杀，这当把这个摆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已经不是单纯检方要不要上诉而已，他没有在跟你讲法，他没有在这，他就已经变成整个政治是嘎在这个里头了。对，他没有跟你在讲法，他在跟你做情绪勒索。可是支持者这时候一定会讲说，对，你看我们主席都讲了，你们如果有一点廉耻，就不要上诉嘛。那检察官怎么会这样？那只要反问他一句啊，如果今天被办的是卓荣泰嘞，你要不要上诉？当然要上诉啊，我们小草一人捐10块也要上诉啊，不就这样吗？那就叫做选边站嘛，这不是在跟你谈法律，也不是在跟你谈正义，是跟你谈情绪群众的勒索，这不对嘛？你讲到检调，只要上诉就是追杀，就是无耻，还说什么这是绿色迫害，这超怪的吗？所以我讲嘛，问题重点来了，我再次强调，我们军中打仗哈，我们在跟跟敌人交战交火，我们最怕的不是前方来的炮火，后方来的。前方来的炮火没有关系，顶住拼了。最怕的是后面打你，就你对你的长官没有信任感。我在前面拼命，我的长官会先跑了，我长官会先绕跑了，会不会有资源啊？我的弹药还会不会来啊？所以这就是要说什么，你知道，他没有在跟你谈正确的交战跟法律，你正确的应该是高虹安好继续打嘛，你最好打到连伪造文书都没有，而没有在跟你打这个官司，也没有真正跟你作战，他在跟你做情绪勒索，在做后方。这个群众的情绪动员，那么今天这些状况，我告诉你，就是政治利益优先啊，道德往后面放。伪造文书有没有道德的瑕疵啊？有，不用看，
他虽然有点坏，坏的蛮可爱，所以伪造文书不要管他，那都是小事啊，比起贪污都是小事，只要不贪污，伪造个文书有什么关系？他高虹安呢，伪造文书会怎样？那各位，这是政治利益优先，道德全部摆在后面。这个案子我告诉大家，最后什么？他把所有政治可以是话术，政治我要票嘛，我要选票，我可以用话术。可是如果司法成为话术呢？各位，司法如果被话术、被群众的情绪勒索，我告诉各位，这就是我们跟军人打仗一样。我怕的不是前方的炮火，是我对后方的支援、后方的长官失去信任，这才是最可怕的。来，新主任公民老师给大家上一下公民课，请问一下，这整件事情，刚将军虽然有讲，但是你看到有很多小草啦，这些也叫高虹安加油。高虹安自己今天在媒体访问，他也有吐露心声，他说那个贪污的标签很沉重，这1年5个月等于被迫停摆，是有很多涉及到案子人确实会有这样一些心情，但这跟现在你看到包括黄商讲的，包括现在感觉上那个伪造文书是没有事儿一样。当然，你说重罪轻罪之间对当事人当然有那样一些差别，但这对政治上面来讲，对新竹呢？黄国昌要抿嘴道歉，要大家道歉。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至少第一个可以确定一件事，就是说法院不是民进党开的。小草之前不是说司法不公、政治迫害吗？突然觉得昨天就司法又很公正。所以这可以证明法院不是民进党开的。第二个可以证明的是，高虹安真的是有挪用公款嘛？不然为什么你2审法官对他那么好，最后还是没办法，还是要给他6个月的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嘛？就表示说高虹安跟助理那个虚报那个加班费成为公积金，然后拿去买双眼皮啊，然后做那些头发，这是事实嘛？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所以2审法官再怎么护他，他也没办法去凹这一点，所以他只能说这个不构成贪污，但是你还是有诈领这个，就是所谓的登载不实，所以我还是给你。当然，他给他啥意思？就是说判了6个月，可以1颗罚金，就是不影响他明年参选的资格了。这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就是当然，民众党的标准也改了啦。民众党过去是无敌的道德上纲，你知道当初高虹安被起诉的时候，民众党怎么讲？起诉就停权，1审有罪就开除。好了，那后来高虹安是自己1审有罪以后，他就自己退党，所以刚刚那个画面才说高虹安有没有考虑要复党？可是同样的标准用在柯文哲身上，起诉有没有停权？根本也没有啊。柯文哲现在不是被起诉也没停权，所以民众党是这样。刚刚将军讲那个是标准的问题，就是说原本高虹安这件事情，民众党可能也觉得你哪来的走就要求了，但是后来发现柯文哲 A 更多的时候，这根本高虹安这个才多少？了不起46万，或者是法院讲的11万，就根本也不算什么了。比起柯文哲那个几千万以上，所以后来他们的标准就整个摊掉了。那加上黄国昌自己现在可能也涉入狗仔案，所以这已经不是重点。所以最后就不要在司法上拘泥，就拉回来政治。所以昨天小草很开心，就送花嘛。然后讲小草就送，你看他还做高虹安的图像、漫画图像，然后就是字可能不是很清楚，反正就是说高虹安最强战力回归市政，然后下面很多你看，然后包括像立委张启凯啦、林义君、民众党立委都有送花，就还写苦尽甘来。我想说你在拍电影吗？苦尽甘来遇见你，就反正就是大家很开心，那当然开心是一定的，因为民众党他们拿回来了嘛。那对高虹安来讲，就是说他现在还剩下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很多人讨论到高虹安的参选资格。除非这个案子明年3审定验，然后高虹安贪污这边有罪，那他当然不能选。但是我看起来不会那么快，因为3审的话可能3审不会了，因为他现在高院判决他贪污部分是无罪嘛，所以如果打到3审，如果3审除非3审发回，发回更审的话，对。但是那个时间应该也不会那么快，所以他大概明年11月28号选新竹市长的资格不太有问题。那高虹安另外一个案子是他被那个陈时奋告那个诬告罪，那个案子到2审是判6个月，没有缓刑，没有1颗罚金，所以他现在在拼3审。另外一个案子是他被那个陈时奋告那个诬告罪，那个案子到2审是判6个月，没有缓刑，没有1颗罚金，所以他现在在拼3审。但因为你想6个月的话，如果他3审有得到就是比方说缓刑1颗罚金之类的话，那他还是参选资格还是有。所以这整个气氛来讲，然后公文他也收到了啦，今天下午那个内政部的公文也收到了，所以他明天早上就可以复职，然后加上他，然后所以他今天整个声势都大好，所以他今天也接受联合报的专访，那里面还提到就是说，他当然刚刚小虎哥讲到，就是说他讲到他这1年多来的心路历程，然后他说他总算可以打电话跟他妈妈报平安了，就是讲这个，然后还跟柯文哲大声的呼喊。因为记者问他说你有没有跟柯文哲联络，他说他这2年没有跟他联络，但是他说
他如果可以跟他讲话的话，他希望柯文哲要加油，要撑住。就是整个就是大和解的局都出来了，所以现在对整个新竹市来讲，高安也有讲，他明年要把棒球场弄好了，反正他就是这样讲。所以现在对新竹市来讲的局，就是说，别人讲高安做的很烂，不是我讲的，是杂志做的那个民调，就是那个所谓的满意度，我们新竹市都是最烂，已经连续3年最烂，好不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最烂的最烂，但是他现在的他就是我刚刚讲，从大罢免还有他现在那个被判无罪来讲的话，他的声势现在正高，所以现在从绿营的角度是要怎么样挑战高安，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我现在听到很多人就是说，基本的棒完就嘲笑说啊，新竹就是这样了，新竹人刚好，对，你可以嘲笑新竹人刚好，但是如果这样就两手一摊，就把这个新竹市就这样子就好，包括新竹县可能就送出去的话。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因为还有机会，机会在于他们的执政真的很烂，所以在执政很烂的情况下，如果你可以推出一个可以给新竹人带来未来的一些人的话，然后要干干净净的，至少高安刚刚将军讲嘛，人家他是伪造文书认证的市长，如果你可以推出一个这样的候选的话，还是有一点机会。OK， 云凤，立法院看了这么多年，我们分2个部分，一个就是看到在立法院的一些的案子，包括刚刚讲法制局这些，在法律层面对高虹安对于这其他的一些案子的话，你会怎么看？第二个政治层面上面来看，对民众党来讲，当然这一整年来讲是苦情的一段，因为包括前任主席柯文哲，然后面临到那个金华城的案子，现在主席黄国昌，然后讲有没有狗仔门的案子，然后相关的其他人有被约谈，他2月如果不是立委以后又会是怎么样？对于他们来讲，最高的一个政治职务上面来讲的话，地方政治职务就是高虹安了。然后那个时候也面临到这个案子，所以这一个案子的判决，对所有的民众党刚刚讲就是打了鸡血复活的一个感觉。而高虹安现在看起来，他还跟柯文哲喊话，什么加油，要加油。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对黄国昌喊话。他现在俨然已经是民众党里面最强的一个战将了。我觉得这第一个题目就是说这个法制局，对啊，你看到所有法制局跟我跑的时候的法制局完全就变态了啊！他这个当他去年送出总预算的时候，他没办法算出来，然后也不纠正的时候，就知道他这个法制局整个是完蛋了。那请问这个法制局是谁管的？不是韩国瑜，那是谁呢？整个法制局，我们现在真的冤枉陈玉珍了啊！后来就发现法制局已经在3月份就已经布局了嘛，所以说我觉得今天韩国瑜领导的立法院里面除了这个党团不归他管，他可能也有一些管不到的地方，但是所有的幕僚单位他都应该可以管得到。从来没有那么荒唐的法制局。法制局过去拿出来是标杆，你知道吗？是预算的标杆，是法案的标杆。可是你现在法制局拿出来的是垃圾，是一种反这很非常政治化的这种解释。你可以把公费助理公费这个费当成这个所谓的立委的补助费，我真是佩服你了，好不好？法制局局长不知道叫的是谁，所以说这整个案子不是韩国瑜，那是谁？韩国瑜真是烂死了。有史以来，这比那个谁，比那个老立委时候那个杨树龙还烂，我真的受不了。我告诉你，你法制局你立委管不到，你什么东西这个法案管不到这个中立就算了，你连你的幕僚单位都管得哩哩啦啦。史上最送出一个没有办法算起来的总预算，就是你韩国瑜啊！你能力根本就有问题，你还去坐那个位置坐的那咿呀哈的。那你跟我讲一下，你法制局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说，即使周万来当时大家都称赞周万来，周万来跟以前的周万来也不一样。那到底是谁错？是我们错，还是周万来错了？还是韩国瑜错？那当然是韩国瑜跟周万来，韩国瑜错了嘛。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意见 ，OK， 算了，我们就认了。现在同一个法官、同一个案子都有不同的意见，你司法怎么叫大家信任？这不鬼扯淡嘛！然后再高虹安的事情，我告诉你，这是蓝白合的大悲剧啊！那为什么？绝对不是这个所谓的什么一切就这是个对啊，新竹开始，我告诉你，然后蓝白示范区开始，你这种案子啊，高检署到底会不会上诉？我猜80%一定会上诉。是啊，那上诉之后会不会驳回？我猜最高院会驳回啊，否则你这个同样的发回吧，应该是发回的意思就是从对发回，我讲错了。然后发回就是说你这个案子审不对嘛，因为你没有其他的案件做比照啊，其他议员有罪，议员方面每一个都有罪。
然后立委方面现在也是这个包括严宽恒的都也判的也是有罪的，没有一个没有罪的。你既然可以这样解释，然后你高等法院发言人你在解释你的审判的时候，你把罪过全部推给立法院的那个函释。那我请问一下，以前在判这个所谓这个严宽恒的时候，那个法院会不会去问立法院的函释？我不晓得是不是同样的函释，可是为什么你要采你整个判决，你完全个人除了这个，你完全依据这个函释来做判决，那也很奇怪啊！你要参考很多的资料啊，这个资料就证明这个是人事费用，这个是公费，你而且不能够买这个私人的用品嘛，私人用品啊，包括请吃饭、喝咖啡，什么双眼皮的，什么东西的，你公费可以这样用，不叫贪污。好吗？全国大家都这样用好了，对不对？那你总统我同时，那陈水扁要特赦啊，因为他就是被人家抓到他的什么特支费用了什么国务机要费用了什么买了私人什么鬼东西的，对不对？那你现在你这个法官要重写一个人好伟大，重写所有的这个贪污的这个定义，所以说，那你全部如果照这个法官人判令办的话，全国的公职人员通通没有贪污的嫌疑了，这像话吗？你台湾像什么样子啊？那敏凤，你刚刚讲这会是蓝白的大悲剧，为什么？对，就是说，好，你待会发回之后，那你就会回到最高院，就会再重审。这个案子如果发回的话，在法律上，它就等于回到一审的状态。对，它在高院再审一次。没错，我昨天在讲，就是在讲说，你发回之后就回到一审的状态，就是7年6个月，就是贪污嘛。那一个贪污犯在选举，你觉得他的风险性有多大？如果他7、8月发回的时候，然后呢，到了之后，他可能有涉及贪污哦，到时候宣判的时候，贪污定罪了。或者是说在选前11月16号，这次好像11月16号、28号选举之前，好，不然贪污罪定罪了，好，你们蓝白合就共推高虹安嘛，从此就没有候选人了，因为已经过了登记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高危的这个提名候选人。这个人的这个风险性还是非常高的，它会导致你们在这个提名之前没有人选，很好啊，这民众党做的迎新如是啊。黄志辉为什么一直要投？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说这个要判的话，我相信法官因为如果有选举的话，他不会这么精准的去判，他一定会等到选完。但有个风险就是说，那如果他明年假设他选上了，他如果后来又被判贪污有罪的话，他是要立刻解职哦。那解职的话，凭良心讲啦，政治上他们也赢了啦。就是说他新竹的民意，如果假设最后选出高虹安，就是选当市长，你回到一审的时候，你就是贪污定罪，好不好？对，我现在讲说，在政治上，他一样跟你讲说，你看，而且2审我是无罪哦，但现在是你的，后来又给把推给说，你看民进党又控制了那个立法院，控制了法院，他们讲的你就要相信哦。不，我们要相信啊，以他们为主为好。我现在只是关心我的家乡不要被高虹安所统治，可是看起来他现在的局，那如果他真的选上，被判罪有罪定谳，我讲我要相信，我也没办法。我们新竹也是这样，我现在讲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们重选的话，他们就可以拿出来，就是说，你看民进党破坏，要把新竹市长拔掉，反正看公民弄1年了。不过现在看起来，当然这整个案子，刚才讲到到底检方高检会不会上诉，那个当然几率有多少，而那个会不会发回或驳回，都会牵动到国内所有的政治方面的一些的形态。而这个政治上来讲的话，好一个，因为这几天是柯文哲。民进党前主席柯文哲的言辞辩论，所有这些情形，然后包括在政治上面，黄昌主席会不会去参选新北啦，这些都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重点。一中可不可以请问一下，黄昌他海报已经贴出来了嘛，对不对？然后包括27号他们有一个造势活动，陈佩琪真的在2026会扮演什么角色吗？我觉得尹清华同学在嚷了，就像柯文哲也说他可能要去南部蹲点，对啊，然后现在就突然就讲说记者问黄国昌、陈佩琪嘛，他就说他现在不讲话，就点，就是他们现在，我觉得他们现在的盘算是，那黄国昌有讲了，就是说为新北应援 do the best，大家在讨论的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柯文哲跟黄国昌有一个地方是不一样，就是说黄国昌比较容易把民众党交出去，就是说在国民党跟蓝白合的时候，也开始扭了，就是他党又不是他的。他只是过个水当主席，所以他比较容易让出去。但是柯文哲比较不容易让。柯文哲如果那么容易让的话，当初跟侯友宜就不会在那边瞧半天的了。他就乖乖当副手就让出去就好了。没有，所以对柯文哲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你看他不断的去透过很多讯息去传递，像阿伯跟黄国昌直播，就说，哎呀，我要去南部哦。那现在传出来就放个消息说，陈佩琪可能不排除选县市长哦。那黄国昌也不能讲什么，因为这是柯家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民众党不是你国民党可以予取予求的，就是说。
要画巴拉 Ken 的时候，就像刚刚那个元智讲的嘛，国民党新竹还有那个何志勇，上次连议员都选不上，现在还想要选新竹市长，那好像要那边瞧。他比较容易让出去，但是柯文哲比较不容易让。他柯文哲如果那么容易让的话，当初跟侯友宜就不会在那边瞧半天的了。然后他就乖乖当副手就让出去就好了，没有。所以对柯文哲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你看他不断的去透过很多讯息去传递，像阿伯跟黄国昌直播就说，哎呀，我要去南部哦。那现在传出来就放个消息说，哎，陈佩琪可能不排除选县市长哦。那但黄国昌也不能讲什么，因为这是柯家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民众党不是你国民党可以予取予求的，就是说。要画巴拉 Ken 的时候，就像刚刚那个元智讲的嘛，国民党新竹还有那个何志勇，上次连议员都选不上，现在还想要选新竹市长，那好像要那边瞧，就是那国民党现在因为高虹安的事情，很多人讲说好，就让给高虹安，不要那边。对国民党来讲，有一些小地方他们可以抵让啊，但是要让到什么程度啊？如果你要让的话，那比方说宜兰县，如果你真的让给陈婉慧的话，那你怎么跟议长交代？你怎么跟吴宗宪交代？请问一下，陈佩琪、黄国昌卖关子，真的是表示他们在2026会征召陈佩琪吗？我自己是不认为陈佩琪会下去选但是就是卖关子嘛，就是让你们可以去讨论嘛。如果你们怎么样的话，佩琪说不定真的要下去选，然后说不定柯文哲他对南部有兴趣，说不定他最后挑个台南去选啊，台南又是你赖清德本命区，就他让这件事情让选举，民众党其实没有什么战力，老实讲，他县市长毫无除了。新竹的高虹安以外，我问你哪个战力？没什么战力嘛。可没有战力的话，你怎么画巴拉 K？ 你怎么跟国民党去进行谈判？所以他必须不断的去说，我们有谁，我们有谁，然后我们也不排除下去选什么的。意思说，第一个，这个很厉害，一箭双雕。第一招让大家去讨论，你看我们现在开始讨论啊，讨论民众党问明年陈佩琪可以选哪里啊？好像很厉害，柯文哲选哪里？虽然我觉得他们不成气但是大家讨论这一个。第二个就是让国民党知道，你到时候那边不要什么都不让。连个副市长都不给我的话，我跟你讲，我们真的就是柯文哲以前不是讲吗？我可以不让谁，我选不上，对，我选不上，但是我可以让谁选不上，我自己选不上，我也可以让你下来。所以用这一招全面的，然后包括谁，每一个，你看麦玉珍也说我要选台中，然后谁要选，所以要用这个方式逼着你国民党在明年春天的时候，你们国民党党内整合完以后，即便跟民众党的整合好，民众党还是输了，但是。用基隆模式，你不能连副市长都不交出来，副县长不交出来。如果这样的话，那我民众党就选到底。可是将军，如果现在看起来的话，对于我们刚讲，对于民众党来讲，这一整年，很苦情，因为从包括柯文哲前主席啦，黄国昌的狗仔们呢，昨天媒体上面虽然有报道说是不是有金主的突破啊，类似这些，那现在看起来，对，因为洪不让。他最近很生气，那他为什么那么生气啊？很猛！我觉得他说预告有大菜，我觉得民众党今年应该送给所有这些一级主管一把梳子啊！他们真的被司法缠绕啊，把头发梳一梳，梳整齐一点。洪不让这是什么？这不是什么爆料，也不是，这是心理战你想想看，这是心理战。他说什么？他说我告诉你我很清楚你早上7点钟起来，你赖了谁？我赖很多人，你赖的什么内容我都知道，怕了吧？还有告诉你我后面还有很多的事会让你更害怕，要不要打电话进来？他不像你那么温和他很凶对，他很凶他要给主持人看他说在这里在这里他很凶我跟你讲，凶与不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内容会不会让黄国昌心生胆怯？只有一个可能不胆怯，就是我早上起来从来不传赖，或者是像某个立法委员说，我本身就从来没有赖，那你就没辙了，那只要你有赖，你有传赖，早上7点钟有传赖，你有传给谁，讲了什么，这些内容不可以给别人知道，你会不会担心？这不见得是钱呢，说不定是比钱更重要的事情呢。所以你说黄国昌会心想，我到底传了什么？会不会拿起手机检查一下？我7点钟有传给谁？我固定7点钟不都传给我的宝贝？不会，宝贝就睡旁边，应该不用传。那我到底传给谁呢？你知道这会很紧张而且你知道它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好，有几个可能性，一个就是洪不让随便讲，对，好不好？对。那第二个是确有其事，可如果确有其事，它会出现一个问题，大家传赖只有2个人会知道，对，我传给将军，只有我跟将军我们俩知道，所以如果洪不让讲的那些。他不太可能会看到黄国昌的手机的东西嘛？他会看到。要不然的话，可能就有妨碍秘密的问题。洪不让一定清楚这些，是。所以他有一种可能性，但他如果看的是像我跟将军传，
如果他不是看我这，是看我的，他就看你的。对，也就是说，告诉黄国昌，你旁边的人有人出卖你，会不会有人反水？对，有人出卖你。你知道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会考虑的事情。没有，如果是真的啦，如果单独只有我跟小五哥2个人传，我们很清楚。如果黄国昌跟很多人传呢？哇，这个反水的对象很难搞对不对？搞不好超过一个步兵班呢，10几个人，那怎么办？对不对？10几个人里面有1个人反水你，或是出卖你，你就麻烦。所以我讲黄国昌一直在避一件事，他避不谈金流，他避不谈跟公司这些人的关系，他完全不跟你谈钱、谈人、谈连结。他只谈一件事，政治打压。口水，你就是政治欺负我，你就是要抹黑我。那可是当洪不让林俊荣丢出来了，他说：“有证人承认，有金主承认哦，有求必应，而且支出的钱近1亿元。哇天哪！1亿元呢，不是我们这种选议员的这个议员呢，是1亿元呢，超过1亿元以上，这已经不是什么政治的支持或者是一般的欣赏而已，这是实质的关系。而且呢，已经成为高度的嫌疑了。那你这个。”你黄国昌还要用政治去回应吗？你继续回应的话，你所带来的是你的高道德标准会崩塌。因为黄国昌一路来都是反黑金、反金权政治，后来这个方向你金流讲不清楚，人脉讲不清楚，你连赖都讲不清楚，你都没有出来反驳，那你这个高道德标准会崩溃。我最后再讲如果司法有没有定罪，我觉得这是慢慢来的。你光是高虹安、柯文哲是要拖多久？可是你的政治形象已经受重伤了，你被洪不让这样子讲、这样子呛，你都不敢回那么相信的人永远相信，国昌老师那个死猪不怕开水烫，不是，这浊者自清，清者我就是不怕嘛。那另外就是心想你一定有鬼，你心里面有鬼。那当你支持的人2个人里面有1个人如果对你产生怀疑了，那黄国昌还剩下什么？你的政治招牌荡然无存，你只能用党检媒体这句话用久了就没效了。我针对你们来讲会怎么看？因为柯文哲前主席现在在言辞辩论整个过程，对他对于检方，然后包括党检媒啦，所有这些一路上，陈佩琪最近真的讲话也非常的重，胜花直接讲，会一直讲，因为柯文哲被你们折磨成这个样子，他会一直讲，就是他进棺材那一刻，他才会停这所有这些当然在媒体上面一定就会被拿出来讨论。虽然对他们的支持者来讲的话，他们就会觉得你看就是这样子，把他们的主意整成这样子。这个陈佩琪，我都觉得佩琪医师的最近的发言，应该说不用我讲了，他这段时间发言，我都觉得说很情绪性啦。就是我觉得这因为陈佩琪声量很高，然后他某种程度好像在民众党里面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嘛。因为有时候选举时候去查那个民众党人请他站台或干嘛，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会用一个政治人物的视角去看待他。那因为政治人讲话，我们都会觉得说你可能有个目的、有个逻辑嘛，我们就要分析。可是陈佩琪最近讲的话，我都觉得说其实就很像他没有什么算计，我觉得就是很像我们街坊邻居，或者说有时候看那个8点档本土剧在吵架，就是说什么意思？吵架起来，我就反正任何人骂我，我就要先骂回去嘛，我就是一口气嘛。街坊邻居吵架，哪有什么道理？所以你看陈佩琪之前讲说什么赖清德的这个电脑里面搞不好也有清凉照，搞不好也有woman啊，搞不好有很多见不人的东西。我觉得你在讲什么，就是很像，你知道，就很像，你知道有个画面，就例如说的街坊邻居在吵架，大家会八卦嘛，然后可能就是说，哎呦，陈太太，听说你先生那手机里面那个照片都是清凉照，都是舒淇啊，然后陈太太就觉得很不是滋味。干你什么事啊？你们家那个里面参不会去看看它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你问他就对了，你看你还有表演，就是说陈佩琪讲话就给我这种感觉嘛，就是说这大家在讲一些没营养的嘛，就乱吵一通嘛。他今天讲那个什么，这什么，我一辈子都一直讲，他讲到进棺材为止。对啊，那我能说什么？我就说好了，嘴巴长在你脸上，你要讲就讲啦。肯定的是进棺材就不能讲，这肯定啊，我们还是希望他这肯定对。不是啊，就是所以我会觉得说他基本上已经回到一个很个人层次来发泄情绪，那我就是尊重了。那只是说讲回来，我觉得当然这是民众党一个大方向的战略嘛。例如说刚刚讲到说黄国昌说什么这个党检媒体说这个检察官你如果再上诉，你2审都败了再上诉就是无耻的追杀。因为黄国昌逻辑是这样嘛，他就哈哈真相大白了，你还敢上诉，你还不服输啊，你还输不起啊，黄国昌是这个意思嘛。那好啊，黄国昌，我们用你的逻辑嘛，你敢不敢出来话？
柯文哲说，如果一审地院判决我有罪，我不抗告，我不上诉，我就认了，我就进去滚，要不要嘛？要不要嘛？他帮柯文哲讲，对啊，太公平了。那要不要啊？那柯文哲要不要这样讲啊？说一审要是有罪，我就去服刑，我就认罪，我就投降。一定不会嘛？柯文哲要是一审输了，他也要上诉，也要抗告啊。他们之前有讲啊，如果要这个羁押解除之后，他不出来，后来也是出来了，对嘛？对嘛？那所以你看黄国昌很奇怪啦，就是当然我们都知道他已经没有逻辑、没有标准嘛，只是说你去检验一下，奇怪。那你们柯文哲、你们高虹这个高虹安一审要是输了，他就可以抗告、可以上诉啊。检察官二审输了，他就不能上诉到三审，为什么？为什么现在变成二审是中局裁判，不是三审？所以黄国昌当然是没什么逻辑，但是问题说他确实是背后要撑这个选情啊。那我觉得，所以讲回来选情，我觉得确实是现在这是柯文哲的一个着眼点，就是因为对民众党这样第三势力跟小党来说，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县制选制对于第三势力不友善嘛，因为基本上你说单一选区立委或市长，大家就是要选票最多了嘛，那就是一二名在争嘛。那所以对民众党来说，他的一个存活的关键是说，他不能被人看衰，他一定要让人家他的支持者觉得说他后市看涨，后市可期，有点像你知道我们投资这个公司如果基本面不好的话，他就是要靠投资人的信心嘛，所以他信心不能垮，信心不能垮的话，那民众党作为一个以立法院为最重要的杠杆，他28是最终生死决战，可是你26如果选得不好，议员我讲直接点，议员人数没有变多，大家自然有个预期啊，你被小轰了。你26已经在走下坡，那28其实也不会太认真看待，所以26他要怎么？其实我觉得那个县市长，其实你说民众党真的要去抢下一席，当然现在他们有新竹了，新竹继承，那你说真的要多抢下一席，我甚至是3组鼎立会赢，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个机会不大，但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一个最重要的着眼点是怎么样拉抬议员的选情，所以我觉得对柯文哲来说，现在不管是黄国昌新北啦，然后他很多地方化啦，甚至有人放消息出来陈佩璇啦，他都是第一个事情是说在跟国民党喊价嘛，你要给我资源哈，你要到时候你们候选人要拉我的小鸡，怎样讲？第一个事情啊，如果是第二个喊价不成就到最后蓝白合没有换到一个理想条件，那这些人还是要去选嘛，你们就当任务型候选人，就是负责在县市至少有个母鸡，你选不上你也拉抬议员候选人嘛，所以我觉得对柯文哲来说，他现在想的还是怎么把这个既有的民众党的盘守住，那所以基本上一方面是跟国民党叫板嘛，一方面就是继续操作司法的这种悲情牌受虐的战术。OK， 对国内来讲的话，当前两天你看到行政院长直接宣布财划法这一部分不附属。那接下来呢？当然，接下来大家看到，包括像那个年金改革的那个修法那个案子，那行院长已经说了不会复议，可是不会复议，那会不会也不附属？也就是有争议的法案，那会不会都不用附属？那对蓝白阵营来讲又该怎么办？现在整个国内朝野，现在这一整个里头，那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来讲的话，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要怎么样去突破像这所有的大家的一个僵局？但最起码对郑丽文主席来讲，赖清德总统的过程当中讲的一些话，一定是他攻击的一个重点。让你先听一下，来。对于赖清德无所不用其极，胡言乱语，闹国际笑话，他居然说这叫做在野独裁。我跟各位报告，这就像男生是不会生小孩的，男人是不会生小孩的，所以在野是没办法独裁的。我们要做好长期作战的所有的准备。赖清德没有要放过我们，也没有要放过台湾，最后的决战点就是2028。在2028之前，明年底中期选举是关键的一役。燕志，媒体上报道说郑丽文骂了10几分钟，对，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不附属这件事情，国民党很气。很气啊！就是赖清德一个人可以推翻立法院通过的法律，然后他自己不愿意承认自己独裁，还瞎掰一堆词出来。因为在野独裁，很多学者已经出来讲了啦，独裁都是行政权，怎么没有行政权要怎么独裁？那现在立法院也是多数民意、多数立法委员通过的法律，那是表决通过的啊，是多数啊。而且我们在立法院也没有任何一党独大啊，是2个党。多数之后通过，那这怎么可以定义成独裁？其实独裁是他啦，
就一个人就推翻了立法院多数民意，到底是谁独裁？我觉得非常清楚了啦。然后他们现在又瞎掰说是为了要守宪才这样子的。宪法增修条文第3条就写得非常清楚，行政院如果觉得立法院通过的法律窒碍难行，那你就复议，你复议失败，你就是接受，这个写得清清楚楚的啊。那你复议了没？财化法复议了没？复议啦，失败啦，不接受，然后就违宪啊。然后现在扯到那个宪法第37条，说我这个有附属权，其实大家会觉得说，那这样不是有冲突？多数之后通过，那这怎么可以定义成独裁？其实独裁是他啦，就一个人就推翻了立法院多数民意，到底是谁独裁？我觉得非常清楚了啦。然后他们现在又瞎掰说是为了要守宪才这样子的。宪法增修条文第3条就写得非常清楚，行政院如果觉得立法院通过的法律窒碍难行，那你就复议，你复议失败，你就是接受，这个写得清清楚楚的啊。那你复议了没？财化法复议了没？复议啦。失败啦，不接受，然后就违宪啊。然后现在扯到那个宪法第37条，说我这个有附属权，其实大家会觉得说，那这样不是有冲突啊？宪法37条好像又给了行政院长不附属可以不执行的权利，可是宪法增修条文第3条又说一定要执行，那是不是冲突？没有嘛，你要看法理解释嘛。当初那个宪法第37条是因为以前的行政院长要经过国会多数同意。那个就是有点类似法国的双手掌制嘛，就是说，当总统跟国会多数党是同一个党的时候，最高行政权在总统手上。可是如果总统跟国会多数党的那个总理不同的话，那最高行政权在总理手上。那为了怕少数总统就是不理多数的总理，所以呢，要求这个总理有附属嘛。以前我们的宪法是比较偏向双手掌制，可是后来修宪啊。把国会把国会同意权拿掉了嘛？现在行政院长已经变成总统的执行长啊！你执行长你可以去打脸总统哦。这个原则他已经走到这一步。对，然后好，那所以现在那5个大家都在问说，那接下来怎么办？他就在毁宪了，你怎么办？那我觉得也不能怎么办。其实坦白说不能怎么办。那我们只能说这个他就要负政治责任嘛。他就是背负着就几年后。他没有执政以后历史的论断嘛，他就是一个独裁者嘛，一个人可以推翻民主程序的法律，可以不依法行政，法律可以他决定，他觉得不错，再来个附属执行，他觉得不 OK 啊，不附属不执行，然后瞎掰一堆理由，就是这样啊。那我这个大家会说啊，你国民党你当然站自己角度讲嘛，那我举几个民进党例子嘛，譬如说总统府的那个秘书长潘孟安，潘孟安去年12月25号的时候，在立法院接受备询的时候，也有立委问到说，如果好像财化法那。这个你们如果不接受的话，那会不会行政院长会不会不附属啊？潘孟安怎么说？他说不可能啊，这个会造成宪政危机啊，因为不附属是打脸总统，讲的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嘛，这潘孟安讲的嘛，对不对？那所以潘孟安是算有良心嘛。然后像林濁水算是民进党里面的理论大师啊，他也讲了啊，他就说这个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啊？这个也是觉得莫名其妙啊。然后民进党还有一个良心啊，我最近对他有点改观的，柯建铭，好不好？柯建铭那个议事运作也非常熟悉啊，也说不可以不附属啊，对不对？可能因为现在权力被有点剥夺了，所以人之将没有权力，其言也善了哈。那我们所以不是国民党的主张而已，包括民进党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看法，所以你们不会有任何动作。那本来啦哈，那个5个本来翁小玲啊，因为他是司法委员会的召委啊，他明天有增加一个议程，就是邀请潘孟安。就是来针对宪法增修条文第3条第2项来说明一下，到底行政院不附属是不是诚如他去年讲的这件事情是会造成宪政危机，是打脸总统。结果你知道吗？他们不来，他说不来啊，那你就面对，那你怎么办嘛？好，这整件事情来，敏凤，那这么多你没有看过嘛？因为这是第一次说不附属。总统他不是在你的节目就讲了嘛，他绝对不会让那个什么。裁判好实行的啊！你看，其实那天大家一直在问那个行政院长，就一直在问说，你最后的终极手段到底是什么？他就讲说，他一定有什么什么。好，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可是，如果当国民党跟民众党合起来，也没有要做倒戈，也没有要做所有这些，那就这样子。那就这样走2年啊，各行其事，那也很好啊。因为我觉得立法院一直都不尊重行政权啊。
因为这2年来通过的法案，你不要说什么其他的法律案就算了，很多有关于你，譬如说裁判，我觉得当然卓荣泰行政院这一次，如果你要不附属的前提，你就不要去复议啊。我那一次也问他说，你复议之后，你根据这个整个解释你是要执行的，那你不复议的时候就有一个空间不公布、不附属嘛。可是这个，那他现在就决定不附，那反正现任僵局就已经形成了。对，那未来我觉得就是这样。那因为你过你的法。然后我行政执行我的东西，因为其实你裁判法是有关于预算权或者什么相关的，其实你应该好好跟行政院商量，因为预算的东西是行政权的主要的这个权利，可是立法院一直都不尊重啊，他通过一个什么发1万块那个，虽然后面行政院也处理的不是很那个，但是他重发那1万块，其实就已经违反那个所谓的这个宪法这个侵犯的行政权嘛。但我觉得今天你们就不要再去问潘孟安那一条怎样，这条怎样。潘孟安不是大法官啊，你们要解透，就是把宪法法庭给他解了啊。重点在这里嘛，对不对？今天为什么我们那天一直要问你们行政权是一直要这样吃瘪下去吗？那你包括年金的东西也是关于预算的问题哦，你也是要行政院，所以他不复议了，不复议这个潜台词就是我不附属嘛，也不公布，其实应该是不公布以后不附属嘛，就是这个府院是同一个，那他现在就是可能。就如果总统也宣誓不公布的时候，可能风波会大一点啊。那所以现在就改由这个所谓的院长方面改，在这边由不附属的话，但那法就没有公布也没有执行的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们如果说你们要真的觉得卓荣泰违宪，谁违宪怎么样，请打开宪法法庭的门。大家来看看，到底有没有违宪？不是你说的算，也不是他说的算，也不是民进党说的算，也不是国民党说的算，宪法法庭的大法官说的算啊！大法官一年多已经没有产出任何的判决了。然后呢，很多人民的权益，我看现在很多人补助款，什么这个差餉的补助款，现在还凯在宪法法庭呢。宪法法庭害死多少那个民众的权益，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你们国民党真的很妖兽。我跟你讲，你去封锁这个宪法法庭，没有封锁。我觉得你觉得不是只有杀民进党的这个政治而已，你杀了很多人民的这个权利义务。他那个地上面跟政府有纠纷的时候，他需要去申诉的时候，他都被卡1年在这里。我觉得那些人会不会恨你们？你们自己去酌量就好了。然后你这里既然没有办法，没有总倒阁，就不要跟我讲说他们都违宪啊，什么东西的。你只要打开宪法法庭，法庭就会告诉你到底谁是违宪，谁是不违宪。其实解铃还须系铃人啊，问题都在赖清德身上啊。第一个大法官就是赶快再提新的人，然后人的立场不要偏颇啊，不是啦，你提中立的、客观的人，你们那一批人，或者是以前。或者是以像陈水扁以前也是少数政府嘛，他愿意跟在野沟通嘛，所以他如果愿意沟通的情况之下，他没有沟通吗？你们愿意去，你们也不去啊？不是啊，那他已经提第2批人，那一批都是法学院里面的这个声望还蛮好的老师，很多学生在你们投完票之后骂死你们了。没有，那个是赖清德觉得啦。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赖清德总统到现在都不尊重多数民意，都是硬干嘛。张文珍有什么不公所以就有僵局嘛。然后第二个讲倒阁。我真的觉得倒阁真好笑。如果倒阁可以解决问题，那就倒阁啊。问题现在的制度倒阁无法解决问题啊，因为独裁赖清德他怎么决定这个东西不附属是合宪？他是透过个便当会啊，那个便当会总统他也都没参加，好不好？所以总统直接决定就是不附属是合宪的，那个卓荣泰只是执行而已。你把卓荣泰换掉啊，总统还是赖清德啊。你换了一个卓荣泰，还有千万个卓荣泰啊！喂，如果你们倒阁后国会改选，你们拿下76席，就是过2/3的话，你就可以罢免赖清德了。过半就是多数民意了，还规定我们一定要2/3，这不合逻辑啦。选民行政权是没有选给你们的啦。我觉得没有，大法你都已经是选给你们立法权，你们不要越权了。我告诉你们，我没有越权哦，这个是你们像财划法一直讲说侵犯预算权，其实没有，财划法是分配问题嘛，中央分多少，地方分多少。中央如果认为说他分的比较少的话，他就把事权给地方，大家可以协商，这没有要求中央你们要怎么做？林哥啊，那接下来接下来
要怎么解决？没有，我觉得是说，如果总统愿意跟我们一起重选的话，那就一起选嘛，这样才有办法解决僵局啊。这个那如果说总统还是在旁边隔三关虎斗啊，你们立委选100次，他还是总统啊，这是真正问题没有解决。吴真要直接回应，现在就是进入僵局啊。我的看法啦，我认为根本之道只有一条，就是立法院修法，把宪诉法修回去。这个去年12月国民党修的版本之前的上一版，这样宪法法庭可以开会，问题就解决了，就这样。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打个比方好了，就是说我们说行政立法互相制衡嘛，那制衡我把它讲的形象化一点，就像打篮球嘛，我们卡位要出力啊，这个怎么样占据各自都想要占据有利位置。那宪法法庭的状况就是宪法法庭就好像球场的裁判嘛，两队在打篮球，然后之前宪法法庭去年就吹国民党哨子，哔打手啊，因为你这个国会扩权法案违宪，哔。然后国民党呢就全部人上来啊，整一队12个人都上来，把那个裁判就宪法庭，叫你违宪了，叫你违宪了，叫你吹哨子，然后宪法庭就瘫痪了嘛，就裁判就下去了。我觉得你的演技真的跟叶元之是对，反正就是这样嘛，对嘛啊，立法蓝白立委就一段老拳嘛，啊，宪法庭就瘫痪到现在，今年宪判0号嘛，一号判决都做不出来嘛。好了，那现在左荣泰他援引这个宪法37条啊。那就好像打篮球，他一个欧洲步，然后国民党走步，可是裁判已经躺在场下啦，啊，这样怎么办？没有办法，就唯一办法就请裁判再上来，不让裁判回来吹哨子，就这样子啊，对不对啊？你说，我觉得袁志刚讲好，因为袁志刚讲的就完美凸显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嘛，因为袁志刚援引宪法增修条文第3条嘛，他说你这个不满你就复议，复议完就要接受，那可是我这边主张是宪法增修条文第2条之2啊，所以你看人事令以前修宪。就修说总统颁布人事令不需要院长附属了，可是只有人事令啊，那法律没有说不需要附属啊，表示我显然是有一个附属的空间在这嘛，对啊，我们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要大法官说了算嘛，我们整个全中华民国不就这样？你看，要是我们不讲宪法了，讲法律好了，你要是我今天对一块土地的使用分区啊容积有意见，我新北市找谁？台北市找谁？找都发局嘛。都发局讲了一个意见下来，主管机关意见我还觉得有问题，那怎么样？再去问内政部嘛，就找主管机关嘛。那今天你觉得好，行政院违宪，行政院觉得我合宪宪法主管机关谁？就宪法法庭就这样子啊。所以袁志刚讲说这个为什么我会认为要修法修回去之前，袁志刚是说你就赖清德再提一波进来。我跟你讲，没有那么简单啦。再提一波，我认为也没有解决问题。为什么？第一个事情是刚刚讲陈水扁，阿扁任内提2次大法官啊。2007年提的时候，对啊，就是那时候跟在野协调，那时候觉得民进党偏好人选4个，国民党偏好人选4个，就立法院后来就过了国民党4个，民进党4个就不给你过啊。所以第一个事情是以现在大家对立的氛围，有没有办法取得互信？这第一点。好，第二点是啦，好，就算你说我们现在大法官缺额7个嘛，好。假设按照国民党一直觉得你来跟我谈嘛，你就看我点名点谁你就提谁。好，例如说这个，假如赖清德提名说好，那就说国民党推荐人选3个好了，赖清德自己选4个。OK， 那大家觉得这样在立法院会过吗？我认为不会。我认为最后国民党还是会全部背阁。为什么？就因为我们的宪诉法里面，去年立法院就有很多大天才。不知道为什么还把违宪的门槛拉很高，要10个大法官才能开会，9个大法官才能宣判违宪。你看嘛，国民党到时候一算，就算好，赖清德提了3个这个国民党觉得不错的人选，那你看，假如最后就是过这3个，好，那宪法法庭3加8 11个，那就是说11个大法官里面只要有3个不觉得违宪，这事情就合宪了，就这样子。所以就是说，这整个游戏规则、整个制度已经被你们上一次修宪诉法搞烂了。没有，你们现在要去主张，你们现在希望说，觉得行政院违宪了，我要宪法法庭判违宪，违宪的门槛已经被拉到非常不合理之高。所以国民党最后衡量风险以后就觉得算了，还是继续背阁。因为宪诉法的问题，之前大家都讨论过很多次，我就不赘述。但是我引用那个吴峥刚刚讲篮球的例子啊，对不对？有一个人走步。然后有裁判，没有裁判没走步，裁判为什么？因为球员都是我的人啊，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是这个状况嘛。没有，现在就没有裁判嘛。就算有裁判，也是球员都是我的人啊。
我觉得你就是不是啦，那个宪法第36条为第3条，白纸黑字，小学生看得懂，你只要自己守宪就好。民主的，我就说我合宪呢，你说违宪，我说合宪。宪法第37条，那个宪法第，那我问你个问题，我插一个问题就好了，请问怎么会合宪？那这个萧文生，所以你就宪法停开嘛？不是真的，我问一下，萧文生，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博士，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法律学院院长啊，他是什么问题啊？对啊，张文正有问题啊？什么问题？他什么问题？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上一波、第2波大法官人选了，他哪里有问题了？他哪里？我们哪里太偏颇？都审过了，我们都审过。OK， 郑纯慧，我一个人讲林立玲，哪里太偏颇？来，任俊，简单问一下，所以呢，刚才讲媒体上有报道说，其实卓荣泰院长是希望让蓝白回到谈判桌，但是看起来不会啊，因为刚才那个画面可能就是未来，赵敏凤的说法，未来2年就是这样的画面。我现在看行政院其实并没有打算，就是说最少在嘴巴上面并没有想要逞强逞到底。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法律学院院长啊，他是什么问题啊？对啊，张文正有问题啊？什么问题？他什么问题？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上一波、第2波大法官人选了，他哪里有问题了？他哪里？我们哪里太偏颇？都审过了，我们都审过。OK， 郑纯慧，我一个人讲林立玲，哪里太偏颇？来，任俊，简单问一下，所以呢，刚才讲媒体上有报道说，其实卓荣泰院长是希望让蓝白回到谈判桌，但是看起来不会啊，因为刚才那个画面可能就是未来赵敏凤的说法，未来2年就是这样的画面。我现在看行政院其实并没有打算，就是说最少在嘴巴上面并没有想要逞强逞到底。你光看不附属跟这个不附议，有差别吗？因为不附属是把自己推到第一线。我讲过嘛，其实这个你真的要我觉得去讨论什么内阁制、什么双手没有意义，因为台湾就是一个奇怪的，就是没有台湾现在就是一个奇怪的制度。你今天立法委员对这个有意见，你就把这个制度改成符合台湾的，但大家都不愿意嘛，不去碰嘛，所以到最后才会一直在那边争到最后就是无解嘛。你们谈美国谈什么？又怎样？它就不是台湾嘛。所以我觉得当今天被问到，比如说年金改革的这件事情，那年金改革这件事情，你看行政院有跟你讲说，我一样告诉你，我不复议。对，但他没有讲说不复议，但他没有说我不附属，他没有说不附属，大家只是觉得那接下来会不会又是不附属嘛？就是不附属了啦，就已经不附属，那就是我现在讲嘛，那他可以直接讲不附属嘛？我觉得就是用他的文字上面，那他如果今天这样，他也可以跟民讲说我就不附属啊，他为什么特别跑出一个叫不附议？我不要去延伸他的揣测，因为个人揣测，老实讲，刚刚这个2位的那个激辩已经证明了一场篮球已经打到，不是因为他明白就是无解嘛，就对国民党来讲。就是你提人选啊，但人选我为什么一定要同意？他就是变成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他真正回到了一个现况啊，就是说我也不认为未来每一个立法院所通过的法案，当然行政院通通都要这样干。争议性。那现在问题只在于行政院对于所谓的有争议的法案，你会不会提早一步去谈？我讲就是这一次财划法里面最大的对我来讲，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为什么行政院提出来的版本，你立法院连审都不审？我觉得你没办法说服这件事情啊。OK， 你就讲说因为我的版本过了，所以你的版本我为什么要审你的？我觉得你没办法说服，因为从以前到现在，立法院也没有出现过这种行政院提一个东西，我希望修法，然后立法院说我不管，我不鸟你。OK， 就我以我的算数。所以接下来问题回到你说僵局永远都不解，其实我老实讲，有说上街头的，有说那个什么，反正所有这些，但就是没有回到刚才大家所讲到，不管宪法法庭啦，或者是倒戈这些，上街头是体制内的作为嘛。其实刚刚你要说讨论这些有意义没意义，我老实讲啊，你真的愿意进入到体制里面解决，它是可以解决，有手段嘛。国民党今天一直喊说，我跟赖清德一起辞职，赖清德辞职我就跟你重选，我就问，在体制之内有没有这一个规定？但是体制之内有告诉你一个选项是，你可以提出不信任案。就我不管体制，我人在体制之内，所以我可以立法，我很大，因为体制告诉我有这个权利。但是体制说我可以这样做，说我不要做，我为什么要跟你走这个？不，你不能选择性，那这跟民众党有什么不同啊？只要对我不利的，我就说司法不公；只要对我的人有利，我就说司法复活。
要不然你每天一下死一下活一下死，你到底是要死还是要活啦？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这整个僵局未来到底该怎么解，这是一个。可是对国内来讲的话，可能出现的任何一个事件，会不会都影响到未来在2026、2028老百姓民心的向背，大家的感受或什么都会这样。在前几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就有讨论过，因为媒体上报道说，前总统陈水扁会不会在电视台主持政论节目？看来这个态势好像越来越清楚。原之现在媒体报道是，好像接下来就是在明年年初，他说明年1月的时候就正式开播啦。然后呢，第一集的来宾都有，第一集来宾就是许信良所以确定就是一个保外就医的陈水扁呢，他可以去主持节目。这很荒谬啦，我觉得非常荒谬啦。因为一般大家对于保外就医的理解是说他已经没有办法适应监狱里面的环境了，他必须要就医，否则的话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嘛。这是大家对保外就医的理解。结果其实看起来陈水扁身体都很健康啊，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啊。然后之前主持广播啊，现在还可以主持电视节目，这个还需要保外就医吗？就不需要保外就医啦。而且那个中间就是他本来的管他的监狱，也有给他立下红线哦，就是可以让你保外就医，但是你必须要遵守几个原则嘛，4不原则好像，比如说什么不上台啊，不能助讲啊，然后不能怎么有4不原则。陈水扁根本没有在管的，早就打破了啦。之前曾经还呛过中间啊，他有一次好像不知道帮谁助讲的时候直接呛了，不管你什么4不、5不、6不、天龙8部，我没在看的啦。照道理来讲，你违反红线就被抓去关了啊！你看那个柯文哲之前被那个交保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又被就继续再进去检察官，又继续就上诉了，又要继续压，还加保嘞，加保金嘞，就是什么陈水扁都无所谓，呛瞎都无所谓。然后现在还可以直接主持节目，我觉得真的是真的很夸张，真的非常夸张，然后就没有人在管啊，是不是说他陈水扁就是咬定了，大家不敢对他怎么样，赖清德不会对他怎么样，所以他才敢这么做。然后 NCC 也超级软的啊，你看 NCC 要关中天的时候，哇塞，这个正义凛然啊，说中天如何不对，采访人家一大堆，虽然后来很多都被法院打脸，但是还是一直认为说这个关中天是对的，然后还扯说因为中天很多人检举很多人检举就可以关了，那你只要讨论一家电视台就一直检举就好了，就讲成那个样子现在对镜电视对那些电视就很软哦。就有立委质询 NCC 居然就讲说有啦，我们有发文去了解啦，就这样子，就这样。可是问题是那家电视台就违反当初深社电视台的一个规定嘛，就是说不能开政论节目啊，现在可能会凹啦，说那不是政论，那个只是一个访问。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大家还是很不接受啦，所以不管是 NCC 或者是法务部，我觉得都应该要针对这个事情再考虑一下。但任俊，这个对整个赖政府来讲的话，会面临到包括你说中间选民啊或什么，大家会问说，因为保外就医或是刚才讲的这些状况，然后可以主持。当然也有人讲说，他现在不是本来就有主持广播那些嘛，为什么现在主持电视，大家会这么在乎这个？阿扁的案子因为不是新案，从扁案爆发到现在为止，对于阿扁有罪无罪我觉得各自都有想法，最少在司法上面并没有认为阿扁无罪。所以诚如刚刚主持人所讲的阿扁这几年其实不断的试图在体制之内进行冲撞，那每一次他就是往前走一步，往前走一步嘛。当时第一次我印象中最激烈的，而且是被大家看到的第一次冲撞，就凯孝的那一次嘛。那时候还有立委跟在旁边嘛，就很多人就批评，就是说你怎么会帮他开这个路，不是摆明给政府难看嘛，所以我就讲，就是说那个时候有一个角色叫做柯建铭，可以帮忙做协调。但现在看起来柯建铭这个角色，你看之前还有报道讲说柯建铭现在就是休养生息嘛，反正他的任期就准备要结束了，那阿扁就活着他这个，所以我其实必须讲我认为在实质上面对赖清德的冲击会有到多大，这个其实取决于阿扁个人啊。也就是说，广播其实他已经都一直在主持了嘛，也那么久没有人再去冲击他，那时候大家都睁眼闭眼嘛，对嘛？那你现在变成我要露脸来主持电视节目，这件事情我老实讲民进党有没有试图去做沟通，好像我不知道但我就讲以前有一个角色叫做柯建铭，可以帮忙做这个角色，现在看起来是没有，现在是没有。所以我认为阿扁的这个状况，当然你说在短期之内对于司法，反正司法在蓝白跟民进党之间本来就已经成为各自拿来攻防的一个角色。我其实必须讲我认为在实质上面对赖清德的冲击会有到多大？
这个其实取决于阿扁个人啊。也就是说，广播其实他已经都一直在主持了嘛，也那么久没有人再去冲击他，那时候大家都睁眼闭眼嘛，对嘛？那你现在变成我要露脸来主持电视节目，这件事情我老实讲民进党有没有试图去做沟通，好像我不知道但我就讲以前有一个角色叫做柯建铭，可以帮忙做这个角色，现在看起来是没有，现在是没有。所以我认为阿扁的这个状况，当然你说在短期之内啦，对于司法，反正司法在蓝白跟民进党之间本来就已经成为各自拿来攻防的一个角色。对民众来说啦，我其实不认为说阿扁的这件事情会再产生多大的冲击。但是比较难堪的其实是赖清德啊。就这么简单。因为大家一定会回来讲说，好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司法要不要帮阿扁再开一个后门？也就是说，今天已经沉寂很久，对阿扁也接受访问，阿扁自己主持广播或者广播也还网络直播嘞，也没有人去挑这件事。但你硬要往传统媒体，特别是电视的这一块去露脸、大张旗鼓，这样，我只能说，这个其实老实讲民众会不会对这个对于司法产生疑虑？我认为影响不大。但对赖清德来说，我认为他伤害性很强。我觉得你们现在怎么办？我觉得大家刚刚讲都没有错了。因为保外就医其实是一个非常状态，是一个等于是法外开恩，也不能说法外啦，有制度，但就是开恩嘛。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涉及2个单位，一个是 NCC， 一个法务部。那因为有台就是静电视。有时候我去上节目他们是因为他静电视在NCC 当时审造的时候，就有一个但书一个条款说不可以开政论节目，所以他们都是说我们的都是访谈类节目，就他们有上有线的啦，网路就可以有线的就是说找一个人这样面对面聊哈，虽然也是聊政治，但我在访谈你不是政论没关系，那是媒体的部分。但这件事情还是回到本质上是说，因为就像元之刚刚讲到的，中间当时有几个条款嘛，说不能参加政治活动，不能参加造势场合等等。所以那现在假如啦，这个到时候这个节目1月真的上线了，那当然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明确的违反或很明确的冲突，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还是要回到法务部身上。那我觉得如果法务部你作为主管机关，你的判断是什么？如果你认为这个事情是踩到红线的话，那其实就在应该要在这个节目上去之前，那就把这条线讲清楚。如果发生了之后，那你再来去讲到底这个可以跟不可以，我觉得那时候会起更多争议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是法务部这边要来面对。将军们简单我补充一下，保外就医重点是就医因为你在里面没有这么好的医疗设备，所以你必须要交保就医。保外就医等不等于假释？这不一样，不一样。因为我身体有状况，所以我才要出来治疗。那么你从事的工作会不会让人家觉得你 OK 了？如果你都 OK 了，那还保外就什么医？我觉得这很简单的论述就在这里嘛。你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保外就医，如果你已经没有保外就医的必要了，那就进去服刑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这不是什么政治问题啊，法律问题，这是司法的问题。该判定他没病了，那就回去啊。那如果他在节目上突然间就开始发抖了，那就继续就医，他也不能主持节目了嘛。所以这够明白了吧？如果今天他这是主持第1集，对不对？谈一谈这个，就发抖了，那就真的要就医，那他也不会工作了嘛。所以我觉得法务部很清楚，他如果已经失去了保外就医的这个因素，该办就办，就法律怎么规定怎么走，对，照法律这样走。对。那可是对所有国人来讲的话，这件事情如果要在明年年初真的这样会来会怎么样？那但另外一个让全球角度来看待台湾的另外一件事情，任俊，经济学人在列2026年所有全球冲突的热点，第1名是哪里？中国 VS 台湾。不，之前你记得我们曾经有谈论过就是说全世界这个最有可能引爆第3次世界大战的热点区域，其中就有台湾嘛。对，而且你从这个角度来，这是经济学人它里面涉嫌这个，你就会知道以国际的角度这些来看，他们会觉得
台湾海峡基本上是风云密布，是蛮危险的。是，只是我们在台湾人，中国电视看太多了，你去看中国电视快要打仗了。对，但是我们都觉得还好啊的那个感觉，但也就是说，它确实潜在着很多的一些危险因素。我们每年都上榜啊，就是这次没有掉榜而已。这次是第一名的，对，第一名可能又多了一个日本。可是我们还没打起来，泰国跟柬埔寨已经就打起来了。对。这个榜可能大家不会特别爱啊，当然，尤其像今天这个尹锡悦被起诉嘛，大家想到原来尹锡悦也试图挑起北韩跟他之间的纷扰，但是他的这个如意算盘被俄乌战争打垮了。但我必须讲，你回来看他这个所谓的7大世界的冲突热点你真的回来看他其实背后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其实是美国啦。你说中国跟台湾背后现在大家看的是美国的立场跟态度嘛那俄罗斯、乌克兰大家看的也都是美国跟俄罗斯，甚至看到背后其实有没有中国的一个立场所以现在看起来，当然就是说大家都希望避免冲突，而这个避免冲突的概念回到的就是说，美国其实很早在讲一个叫做重返亚洲的这个计划。其中重返亚洲计划里面，他希望能够维持在的一个美国最期待的概念是把中国围堵在第一岛链之内。这个就回到了大家现在在看到的另外一张图就是说美日菲的反舰导弹的这个部署图。在传统我们在讲说这个第一岛链基本上就是日本、台湾、菲律宾，后来就是南韩、日本、台湾、菲律宾，通常就是大的这个点进来。潜在的很多的一些危险因素。我们每年都上榜啊，就是这次没有掉榜而已。这次是第一名的，对，第一名可能又多了一个日本。可是我们还没打起来，泰国跟柬埔寨已经就打起来了。对。这个榜可能大家不会特别爱当然，尤其像今天这个尹锡悦被起诉嘛，大家想到原来尹锡悦也试图挑起北韩跟他之间的纷扰，但是他的这个如意算盘被俄乌战争打垮了。但我必须讲，你回来看他这个所谓的7大世界的冲突热点你真的回来看他其实背后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其实是美国啦。你说中国跟台湾背后现在大家看的是美国的立场跟态度嘛那俄罗斯、乌克兰大家看的也都是美国跟俄罗斯，甚至看到背后其实有没有中国的一个立场所以现在看起来，当然就是说大家都希望避免冲突，而这个避免冲突的概念回到的就是说，美国其实很早在讲一个叫做重返亚洲的这个计划。其中重返亚洲计划里面，他希望能够维持在的一个美国最期待的概念是把中国围堵在第一岛链之内。这个就回到了大家现在在看到的另外一张图就是说美日菲的反舰导弹的这个部署图。在传统我们在讲说这个第一岛链基本上就是日本、台湾、菲律宾，后来就是南韩、日本、台湾、菲律宾，通常就是大的这个点进来。但你从这个图上面你会发现到，从日本到台湾，包含冲绳跟宫古，从台湾到菲律宾，你可以看得到，他现在把巴拉望省这些东西全部都连接起来，被认为说我在这个地方部署所谓的反舰导弹。那你就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在这里部署，因为希望解放军的海军能够被封锁在第一岛链里面，也就是我不要让，因为你今天讲说要从空中运输大规模的这个所谓的机载具跟人员，以目前来讲要空降难度还是有，所以如果你要重机具，目前还是以海运为主，所以看起来这一条第一岛链，我都讲就是说。其实不喜欢美国的人永远都说，你每次谈第一岛链，就是只是把台湾放在帮美国看门的第一条线，对台湾哪有什么岛链的问题？台湾就是直接就面对到中国了。可是如果今天把这个所谓的美国透过日本跟菲律宾中间的小岛，透过建设，透过军事部署，透过你其他的这个所谓的硬体的建制，然后能够更早去知道所谓解放军的动态的话。我认为其实对很多人来讲，说这一条的岛链对台湾来说就会变得更有意义。OK， 但将军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新闻，福建舰第一次穿越台海。对，大家知道其实刚才任俊讲的，我们在战备一直在强调3件事：反封锁、反空降、反登陆。为什么登陆在最后？你没有办法这个封锁海空域，就没有办法登陆。所以封锁是比空降跟登陆容易得多。那么要如何封锁？空中封锁。靠飞弹嘛，你如果一打飞弹，空中的空域就管制了，等于封锁。海上的封锁呢，要靠这样，要靠船只，要靠航舰。那么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航空母舰福建舰它穿越了台海。那当然，立法院就很担心，说，这个福建舰穿越台海是不是又给我们压力了？
那顾立雄部长很罕见的，他这次回答的很精准哦，他就说没有，他现在是回厂啊，去维修啊，回厂就是要做什么缺失改进。那么维修跟缺失改进完全不一样哦。什么叫维修？我们开出去了，有一些故障回来，那叫维修。什么叫缺改？还在试验，发现了很多的缺失，要回去改进。这2个字，缺改跟维修不一样在哪里？缺改叫做它还不能作战，还没有完全作战。从缺失改进到能够作战，还有多少程序？我讲给大家听哦。你要做补给、航行，还有起降的训练，然后经过了验证。经过了演习以后，成军才能够作战。OK， 所以表示福建舰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完成。另外，我讲还有很多的状况要告诉大家。山东舰还有辽宁舰在成军的时候，哇，那些官员站到那个甲板上满满的，超过5000人。那这一次福建舰少了3000人。OK， 所以也就是说，这一次福建舰的宣传没有像上一次那样 live 直播，是透过 delay live。为什么 delay live 可以剪接，还可以上字幕，还可以用动画？所以我说，昭告天下的方式改成 delay live， 表示这一艘航舰有很多的事情是中共不想让人家看到的。况且你这样子秀肌肉，造成了美菲在南海，也跟你拼一拼。大家看到单独一艘。另外，南海这是很多艘上面空军的飞机在飞，这表示当你越嚣张的时候，当你越恶霸的时候，反作用力就会出来。这反作用力不见得是中国对台湾，而是对整个印太地区。OK， 未来当然台海一定是全球关注的一个重点。那我们要怎么样，包括提升国防的武力，大家要怎么样能够试图在台海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除了这个以外，对国人来讲的话，那高虹安市长的一个判决，那未来在政坛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新闻对不对？我们明天见，拜拜。